大家好，我是 Jack， 欢迎来到说走就走。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海洋3省的自驾游攻略。所谓的海洋3省呢，是指加拿大东部的 New Brunswick 省，一般又称为 NB 省 ，Nova Scotia 省，一般又称为 NS 省，和爱达荷王之岛，一般又称为 PEI。海洋3省可谓加拿大历史最为悠久、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最为丰富的3个省非常值得一游。那这次我们准备花3周左右的时间，自驾绕着3省走一圈，全部行程在5000公里左右。出游的时间呢，我们选择在加拿大最适合出行的7月底8月初。住宿的方式我们依旧选择是露营和宾馆相结合的这种方式。最后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忘了买一张加拿大国家公园的 pass， 也就是那个年票，因为我们这一路过去，光国家公园就有5个，还有那种很多小的国家历史遗迹，所以一张年票是非常超值的。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吧 ，See you on the road。出发的第一天，骄阳似火，我们从蒙特利尔的南岸出发，目标直指魁省和 NB 省交界处的 Témiscouata 湖公园。我们轮换着驾驶，路上几乎未作停留，很快就过了魁北克城。车过蓝河之后，我们右转进入293省道。这个时候天气突变，暴雨从天而降。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公园其实是在湖的对面，还要绕好大一圈才能过去。我开始有点着急起来有点毛手毛脚的。在这慌乱中，车居然掉进路边的沟里，而且是对向车道外的沟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进去的。心想这下玩大了，是不是要打道回府了？路边很快就来了热心的群众，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助。我们再三推辞但热心的群众还是帮我们叫了警察。这里可真说的是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但这位同志居然2-3句话就把地点讲清楚了。警察来了也蒙了圈，在想你是怎么把车开到对向车道外的沟里。警察测试了路障，我们又叫来了拖车，终于把这个车给拖出来了，并且拿到附近的维修点做了全面的检查。检查的结果也非常出人意料，因为这个车除了弄脏了一点，其他地方毫发无损修车的师傅说你们可以走了，旅途愉快。那么这个时候天也晴了，我们就告别了这个修车的师傅，继续上路。只是在几个月之后接到一张罚单，上面写着 incompatible tire， 罚款的金额也算是最低的了。其实想想这2个警察也还是挺不错的，开车来这么远的地方，付一点油钱还是应该的。这里想提醒一下大家，在做这种长途旅行的时候，这个拖车服务是很有必要的，英文叫做 roadside assistance。如果你没有这个服务而用现标拖车的话，那么这个费用就会比较高折腾了一路，我们终于到达了这个 Témiscouata 湖的这个公园开始我们以为这个是个国家公园，因为它名字里面有 National Park。当我们出示年票的时候才被告知，其实不是，这其实是一个省公园但这个名字其实也不是乱起的，因为在2006年的时候，加拿大的众议院就已经承认了魁北克省是一个 nation in the United Canada。我们搭起帐篷升起篝火就休息了，晚上又下雨了，好在我们的帐篷是防水的，又搭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第一天真是好长的一天第二天醒来，雨已经停了，又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上午我们就在这个 Témiscouata 湖公园玩。这个公园其实挺大的，有好几个区域，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多玩几天。这儿还可以钓鱼，好像是湖里可以钓，河里不让钓。反正这个钓鱼的规定也是经常变化如果在这儿钓鱼的话，可以先问一下公园的管理人员。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重新上路，向南进入 New Brunswick 省。我们很快就来到了 NB 省为美加边境的重镇 Edmundston。进入 Edmundston， 感觉这座城市的色彩非常的明快，和加拿大总体的这种安静平和的感觉大不相同。Edmundston 也是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儿擦肩而过，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活力和动感。在这里似乎可以看到更多的南边的邻居，也就是美国的元素。我们在这里吃过午饭就继续往南进发，不久我们就来到了 NB 省的第一个景点大瀑布 Grand Falls。虽然也叫大瀑布但是在规模上赶不上尼亚加拉大瀑布和我们上一期介绍的水晶瀑布，但走走看看也是很舒服的，特别是在炎热的午后。这里也有滑索，还有一块石碑，说的是17世纪的时候，新法兰西的一个主教在他的一本书里边介绍这个地区，还有给这个瀑布点赞的事儿。估计他没有去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在大瀑布玩了一个下午，我们就继续往南。由于时间比较晚了，我们就没去 NB 省的首府 Fredericton， 而是来到一个叫 Great Bear 的一个湖边的营地，汉语就是大熊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营地有任何熊不管大的还是小的。我们就着篝火烤了一点烤串，然后就休息了。时间来到了第3天，早上起来一拉开帐篷，就发现有一只小狐狸在营地里转悠。我愣了一下，
还好不是大熊。这才注意到昨天晚上营地里好像只有我们一家人，所以小狐狸来给我们提升人气啊。这个营地的帐篷和房车是分区的，房车那边人好像挺多的。离开了 Great Bear 营地，我们就继续前往南边的港口城市 St. John， 途中还要穿越一个加拿大的军事基地，心里有点小紧张啊。过了军事基地，我们就来到了海边。我们很快进入了 St. John。St. John 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港口城市。我们首先去了一个叫 Carlton Martello Tower 的国家历史遗迹，这是一座瞭望塔，建于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当时应该是用来防备美国海军的。现在在这里可以俯瞰St. John 的全景，可以说风景这边独好。这旁边还有个叫 Irving 自然公园的地方，这是一大片湿地，风景颇为独特。还有一个树做的迷宫，小朋友们应该很喜欢啊。不知道是不是去了迷宫的关系啊，从St. John出来我们就迷了路，因为当地的司机看见我们在路口徘徊，就非常热情的上来给我们指路。我们要去小镇奥马，他也不管那么多啊，把这个车直接往路边一停，就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路线。New Brunswick 的人们好像都特别的 nice， 不光是这一次啊，在这次旅行中我们有好些次跟他们接触，都有这种感觉。New Brunswick 省是加拿大唯一一个把英语和法语同时作为官方语言的省份，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包容性的文化，造就了人们宽厚豁达的性格吧。我们一路翻山越岭，终于在下午到达了小镇 Alma。我们住进了一个宾馆，其实这个更像是一个家庭旅馆，很 cozy 的。我们好好休息了一晚，为第二天挑战方迪国家公园储备好体力。第4天我们很早就起来了，旅馆提供了丰盛的早餐，菜品虽然简单，但量却真大，味道也不错。现在终于明白西方人为什么这么强壮了，早餐就要吃这么多。吃完饭我们就来到了方迪国家公园。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是走一条叫做 Coastal Trail 的步道。这条步道沿着海岸线分为东西2段，这条路山高林密，鸟语不断，还有松鼠在树上嬉戏，有清澈见底的溪流，也有开阔地带可以眺望美丽的方迪湾。这条步道的一大风景是随处可见的第一，步道上还有关于第一的介绍，说这个第一是从空气中获取养料，而不是从树上，第一越多说明空气质量越好。这和我以前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啊，真是长知识了。步道的尽头是一个叫 Point Wolf Beach 的海滩，这里有一个非常狭长的海湾和像翡翠一般绿的海水，真的是非常独特的风景。我们下到海滩刚玩了一会儿，潮水就上来了，很快就漫上了步道，差点断了我们的退路。这里算是方迪湾比较宽的地方，但已经可以感受到潮水的威力了。下午我们来到一个叫 Burnett 的湖，玩了一会儿独木舟，也就是这个 canoe。这个独木舟有点笨重，操作起来没有那么灵活，玩一会儿就累了。但待在湖中感觉很好，可以看看野鸭和青蛙。我们离开国家公园，沿着海岸线向着方迪湾的深处进发。这里的海水已经变成了红褐色，好像是红色岩石风化所致。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类似于小的度假村的这样一个地方。它这里有 cottage， 有那个汽车旅馆，还有餐厅。听旁边桌的美国人的调侃，我们才知道，这还是一个米其林3星级的餐厅。我们点了一份龙虾，在里边舒舒服服的吃着喝着，看着窗外红褐色的海水和低压的黑云，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当天晚上就下起了大雨，我们幸亏没有扎营。时间来到了第5天，我们一早就前往 Hopewell Rocks 省公园观潮。方迪湾有着全世界最高的潮汐，而 Hopewell Rocks 省公园就是观潮的绝佳地点。来到公园后，我们先下到海边玩了一会儿，不久潮水就来了。工作人员们开始疏散人群，并且拉起了警戒线。潮水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我们在同一个区域拍了2张照片，拍照的时间相差还不到2个小时。第1张照片人们还在沙滩上溜达，第2张已经改划船了。观潮结束，我们继续北上，来到方迪湾的最深处，这里是 NB 省最大的城市 Moncton。我们去了 Moncton 最有名的景点池砾山，这座山据说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可以把汽车拖上山。具体的玩法是，先把车开下山，然后挂上空挡，等着山的磁力把车拖上来。最后的速度还蛮快的，挺有意思的。我很喜欢 Moncton 这座城市的风格，但由于时间有限，我们离开了 Moncton，沿着2号国道继续往南。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位于 NB 省和 NS 省交界处的国家历史遗迹 Cumberland 要塞。从地图上就可以看见，这个要塞扼守了半岛的门户，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进入要塞后，仿佛站到了地平线上，对周围的环境一览无余，就连远处的方地湾的景色也尽收眼底。在这里防御的话，不管敌人是从陆上进攻，还是从海上来袭，都会早早的就被发现。在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正是在这里，英军击败了北美大陆军，这也直接导致了 Nova Scotia 没有成为美国的第14个州。现在还巍然屹立的炮台，可能见证了当年在这里发生的激战吧。要塞里还有很多油画，都在讲述着当年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登上要塞，海面上凉风阵阵，拂面而来，蓦然间感到天地广阔，历史变迁，而人真的只是沧海一粟，匆匆过客。离开了要塞，我们就继续往南，进入 Nova Scotia。这是我们第一次到 NS 省，迎面而来有好多的风车，逐一和我们上期介绍的魁北克风车三相媲美。我们离开了主路，转而进入了209省道。这是一条幽僻的林间小道，路面不时还有些起伏，颇有情趣。据说这条路上有时候会碰到伐木的大卡车，会比较麻烦。可能是我们来的比较晚，路上几乎都没有看到什么车啊。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一个叫做 Cape Door 的海角。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们来到了营地，升起了篝火，烤了一点串儿，然后就休息了。第6天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起来后，我们先去了营地附近的 Cape Chickasaw 省公园。这里视野开阔，风景如画，海边上有巨大的红色岩石。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岩石的风化，才导致了方地湾的水是红色的。躺在岩石上，很享受这一刻短暂的休息。这个公园挺大的，还有很长的步道，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多玩几天。离开公园，我们就直奔 Cape Door 海角，两地离得不远，但途中有一段土路。很快我们就来到了 Cape Door 海角，远远就可以看见海角的灯塔。我们下了车，沿着陡峭的山路来到了灯塔附近。这是一块突出的海角，涌入的海水和涌出的海水在这里相遇，形成了不小的漩涡。这里有关于方地湾形成的讲解。据说是在2亿多年前的三叠纪，盘古大陆分开的时候撕裂了地壳，形成了今天的方地湾。岩浆里的矿物质形成了紫水晶、玛瑙，还有大量的纯铜。17世纪的法国探险家 Samuel de Champlain， 也就是我们上一期介绍的魁北克城的建立者，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被闪闪发光的玄武岩所吸引，所以他给这儿起名 Cape Door， 翻译成汉语就是黄金海角。转眼就快到中午了，没有想到在这么偏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小餐厅在营业，而且餐厅的 owner 里叫 Jack。我们在这儿吃完午饭之后就离开了 Cape Door。我们走走停停，在下午的时候来到一个叫 Five Islands 的省公园。我们被这里的风景所吸引，就在这里拉起了吊床，悠闲地度过了下午的时光。第7天我们继续上路。我们首先来到了一个叫 Edward 的要塞，这个要塞是 NS 省的首府哈利法克斯的陆上门户。这里有一座木质的碉堡 Block House， 据说这是北美现在仅存的一个，还可以进入这个 Block House 参观。离开要塞后，我们就来到一个叫葛汉普黑的国家历史遗迹，这同时也是一个世界历史遗产。葛汉普黑翻译成汉语是大草地的意思，这也是 Acadia 当年最大的定居点。Acadia 这个概念比较复杂，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新法兰西。进入这个葛汉普黑，顿时有一种丰饶的感觉啊！可以想象当年这里一定是良田万顷，鱼米之乡啊！最初这里是很多靠海的沼泽地，那么 Acadia 的人们呢，用了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来围海造田。具体的做法是用泥土修筑一个堰，这个堰还带一个阀门，高潮的时候可以防止潮水的进入，但在低潮的时候呢，又可以让这个溶解了盐分的雨水流入大海。这样几年下来，带盐的沼泽地就变成了肥沃的田地，真的好佩服当时人们的智慧啊！这里也有一段心酸的历史，当年英法争夺这个地方，严重的破坏了生产，导致了很多人的流离失所。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人扮成了法国中世纪的夫妇来给大家做这个讲解啊，说的也是法语，真实还原了当年的美好。在他们看来是战争毁掉了他们的家园啊！因为这个话题至今都比较敏感，我们就不做更深的解读了。离开了葛汉普黑，我们就沿着半岛北侧的海岸线一直向西。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好长的一段路。终于在下午到了 Fort Anne 要塞。这座要塞在 Annapolis River 的河岸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争夺北美的过程中，在这里发生了多次的战斗，要塞也反复了一手。在这里还签订了著名的波士顿条约。我们到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了，会有一种消瘦的感觉。参观完要塞，我们跨过 Annapolis River 前往 Port Royal，
Port Royal 是欧洲人在今天的佛罗里达州以北的第一个定居点。这个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皇家港的意思。法国探险家Samuel de Champlain 称这里是他当年发现的最理想的定居点，所以他们在1905年的夏天来到这里，建起了这个皇家港。这里还有Samuel de Champlain的塑像。在这一期和上一期我们都反复提到Champlain这个人啊，他被誉为新法兰西之父，是当年著名的探险家、地理学家和新法兰西的总督。当然他还有别的头衔，加起来一共有10多个，真是伟人啊。而如今他一手打造的新法兰西帝国早已不复存在，让人不禁感叹世事的变迁。离开皇家港，我们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凯基姆库基克国家公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在一片荒野里前行。这时候路边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一个搭便车的，搭顺风车叫 Hitchhike， 这个在北美比较常见，上次在加斯贝的时候已经遇见过，还举了个牌子说他要去哪儿。但当时那个是大白天，路上的车和人都很多，这次已经是傍晚了，而这哥们也没有举牌子，并且这条路是相当的荒凉啊，开出去个几10公里可能都碰不到一辆车，所以我们非但没有停车，反而是一脚油门就过去了。虽然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是我们可以做出的最好的判断了。我们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凯基姆库基克国家公园。一进公园看见路边有野生的鹿来欢迎我们，这又是好长的一天啊。第8天早上，我们在凯基姆库基克国家公园醒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湖泊水系，湖连着湖。我们前一天到的太晚，都没有注意到。我们迫不及待地就去玩起了这个 kayak， 在巨大的湖面上划着轻快的 kayak 前进，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一会儿就划出了好远。由于这里是一个复杂的水系，走远了可能会迷路，所以水面上有很多的浮标，kayak上也配有地图。玩完 kayak 又到湖里游泳，这一天气温还可以，但是这个水比较浑浊，可能是因为水里的浮游生物比较多，所以游了一会儿就上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公园里转。凯基姆库基克国家公园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来的人也比较少，但动物却不少，不时就能在树林里面看到鹿，还有巨大的枯叶蝶。当我们来到一片沼泽前面的时候，还听到对面树林里传来动物的低吼，我们都不敢前进了。凯基姆库基克公园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它的湖泊，就是这种原生态的环境了。有的地方真的称得上风景如画。我们在这儿玩了一整天还没有尽兴。其实这个公园分为2个部分，除了湖泊的这一块，还有一块是海边，也就是半岛南侧的大西洋边上。由于相隔太远，我们就没有去啊。有兴趣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去看看啊。第9天，我们离开国家公园，前往一个叫 Hurtles Beach 的海滩。途中我们经过了一个叫 Lauenburg 的小镇，这可能是我见过的加拿大最有特点的小镇。这儿有条河叫做 Hale， 与其说是一条河，不如说是一个海湾更为准确一些。沿着狭长的海湾是2条街，街上的房子都面朝着海湾，街道的尽头是轮渡，可以去到对面的街。这样知道住在这条街上是一种什么感觉啊？上次在纽约的时候，就一个导游告诉我，纽约之所以建得这么漂亮，是因为他们对这个 water， 也就是这个水，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啊。现在想想真的是这样，因为在传统的东方文化里，大家应该不会想到把这个房子盖在海边上啊。我们来到了 Hurtles Beach， 这个海滩好像说是季节性的，就是只有夏天才会有沙滩，而冬天呢，沙子就会沉到海底。显然这不是一天就能观察到的现象了，只感觉好大的雾。从 Hurtles Beach 出来，我们就到了另外一个叫做 Mahone Bay 的小镇。Mahone Bay 被誉为加拿大最美的10个小镇之一啊，这儿挺热闹的。我们逛了一会儿街，买了点纪念品就离开了。下午我们来到一个叫 Wayside Camping Park 的营地，这个营地设施齐全，还提供洗衣机和烘干机。我们开始还不太会用它那套设备，旁边一位热心的美国大姐几下就帮我们搞定了。同时这个营地也很热闹，到晚上的时候人们聚在了一起，演奏起了乡村音乐啊。They go to the mainland like the old folks would say, and I walked up the gateway and I stood on the stairs and I gazed on the harbor on a gray foggy day. Summer days were warmer than。时间来到了第10天，我们首先来到了营地附近一个叫 Peggy's Cove 的小渔村，这同时也是一个挺有名的景点。海湾的外侧毗邻基督深蓝的大西洋，这儿有座灯塔，还有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光滑的巨石，是难得一见的风景。这天游客很多，还有人演奏起了苏格兰风笛。巨石下有一只小水獭，一直在这儿玩，可能这是他家啊。离开了 Peggy's Cove， 我们就直奔 NS 省的首府哈利帕克斯。当了差不多10天的野人，我们终于又回归了文明世界了。
我们来到了哈利法克斯的市中心，从这里一路溜达到了码头。这天是个星期六，码头上是人山人海，颇有节日的气氛。我们登上了军舰参观。哈利法克斯是加拿大皇家海军的大西洋基地，同时也是最大的基地，所以这里有着浓厚的军事氛围。期间还有枪炮射击表演。下午我们来到大西洋博物馆参观，这个博物馆很有特点，收藏也颇为丰富，还有很多的视频讲解，非常不错。这里收藏了很多当年泰坦尼克号的资料，其中有一把椅子是当年的搜救队从泰坦尼克号上打捞起来的原物。参观完博物馆，我们又坐上了小火车，在市中心转了一圈。晚上我们来到了哈利法克斯北边一个叫做 Wild Nature 的营地，为第二天的长途跋涉做好准备。第11天我们继续上路，直指 Nova Scotia 最东端的 Cape Breton 高地国家公园。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一个叫 Cancel 地道的地方，这是一处地下，也是通往 Cape Breton 的唯一通道。由于地道上的吊桥是汽车和船分时共用的，我们在这里等了挺长时间。由于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地道，所以不但没有觉得无聊，反而觉得挺有意思的。通过地道后又开了1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做 Bad Deck 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就要进入传说中的 Cabot Trail。这条路是以意大利的航海家 John Cabot 命名的。John Cabot 是近代第一个到达北美的欧洲人，和哥伦布是同时代的人。他也绘制了加拿大东海岸的第一张地图。在这里进入 Cape Breton 我们有2个选择，第一个是顺时针，第二个是逆时针。来之前看过一篇攻略，当时的作者是顺时针进入的，但他觉得逆时针可能比较合理，因为这很多景点都在海边上，如果逆时针的话，它可以随时停车来观看这个海景，所以我们也就决定逆时针进入。结果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原因是这条路非常的不好走，这个路很窄，有的地方坡度非常的大。如果你逆时针的话，车窗外边就是万丈的绝壁，绝壁下面就是圣母见底的大西洋，有的地方甚至连护栏都没有。我记得我开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实在不敢再开上去了。但是由于是在半山腰，如果要掉头回去的话，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儿。这个时候对向车道的来车也看到我这种尴尬，所以他干脆停下来让出了车道让我上去了，我也就硬着头皮开过去了。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挑战这条路的话，一定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驾驶水平啊，特别是如果你开黄色的话，那就要更加小心了。我们终于通过了这段险峻的山路，来到了公园的中心地带。这里是一个叫做 English 的海滩。我们的原计划是去附近的小渔村吃一种雪蟹，结果打开地图一看，那个地方还很远。我们当时还有点惊魂未定啊，实在不愿意在这个高地上再开车了，所以就取消了这个计划，还真的有点小遗憾，因为雪蟹不是在哪儿都能吃到的。这天的气温很高，我们下海游了会儿泳，浪很大。国家公园的营地已经满了，我们排了很久的队，终于拿到了一个 overflow 的营地，这已经很好了，不然开车下山，第二天再上来的话，那就更麻烦了。营地里还有小兔子，我在想是不是住进兔子窝了。第12天，我们正式游玩 Cape Breton 高地公园。跟前几个国家公园相比，这里的风景显得滂沱大气。我们不时地停车来欣赏这浑然天成的美景。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叫天空步道的 trail。据说在这条长7公里的步道上能看到北美的驯鹿，也就是 moose。可这天非常不凑巧，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步道上人倒是不少。步道的尽头是一段直上直下的台阶，在这里真的有身处云端的感觉啊！终于明白这个为什么叫天空步道了。从步道下来，我们就沿着岛的北侧下山，不时的还停留一下，有点舍不得走啊。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来到了 New Glasgow 附近的轮渡。我们在这里坐船前往执行的最后一个省——爱德华王子岛，也就是 PEI。轮渡缓缓地驶离了港口，我们离开了 Nova Scotia。我们也在船上欣赏了一回海上的日落。到达爱德华王子岛的时候，天基本已经黑了，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我们来到了一个叫 Harbour 的汽车旅馆，这儿老板是个韩国人，
看到我们特别热情，可能很少有亚洲人来这儿吧，真的有一种老乡见老乡的感觉啊。这个旅馆挺精致的，我们就在这里好好的休息了一晚。第13天，我们出发前往 PEI 的首府 Charlotte Town， 汉语是夏洛特城，夏洛特是女孩的名字，这个名字一听就特别有诗意。这座城市也显得非常温婉恬静，像一位端坐在大西洋岸边的少女。我们来到了 PEI 的省议会，在100多年前的1864年，正是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 Confederation 会议，各省的代表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加拿大联邦的政治构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加拿大就是从这里诞生的。离开了夏洛特城，我们就来到了岛的西北部，一个叫 Green Gables 的景点。这里是小说《Anne of Green Gables》的背景设定地。这是一部经典的加拿大儿童小说，汉语译名是《绿山墙的安妮》，讲的是19世纪的少女安妮的成长的故事。小说里的很多场景在这里都能找到原型，还有人扮成了安妮和大家合影留念。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国家公园一个叫 Cavendish 的海滩，在这里静静地欣赏日落的美景。第14天，我们来到国家公园一个叫 Brackley 的海滩，这里也有爱德华王子岛引以闻名的红色的细沙滩。这一天我们也累了，就躺在沙滩上享受着什么都不做的悠闲时光。傍晚的时候，还有一只小狐狸溜了过来，这附近好像有一窝狐狸，连续好几天都能看到它们。第15天早上，我们来到国家公园一个叫 Greenwich 的海滩。在玩的时候，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只小的龙虾，我居然徒手就把它抓起来了，和它玩了一会儿就放回了大海。离开海滩，我们来到了岛的南边一个叫 Amherst 的要塞，这里好像也是 Acadia 最早的定居点之一。在这里可以隔海眺望对面的恩比省。参观完要塞，我们就来到了传说中的 Confederation Bridge， 这是一座跨海大桥，连接了恩比省和 PEI 省，全长约13公里，是结冰海域最长的跨海大桥。我们上了桥，离开了 PEI， 回到了恩比省。我们来到了一个叫西迪亚的小镇，这个小镇的地标就是一个巨大的龙虾。我们来到了餐馆，吃了一顿龙虾大餐，这里的龙虾比别处的都大，价格又便宜，还有很多别的海鲜，真的很不错。第16天，我们前往恩比省的另一个国家公园，这个公园叫做 Couchipugak， 这个好像也是个印第安语翻译过来的名字啊，念得很绕口。这里有着很长的木质步道，直通海边。这里的海滩也很美，跟 PEI 的海滩各有千秋。这个公园的一大特点是巨大的稀疏低草的湿地，不仔细看以为是非洲啊。这儿有很多印第安的帐篷，还有印第安的舞蹈和文化的介绍。这是我们这一路上唯一的一次接触到印第安的元素。Couchipugak 国家公园风景独特，内涵深厚，丝毫不逊色于前面几个国家公园。据说这个公园还有着北美最暗的天空之一，也就是说看星星的绝佳地点。可惜我们当时不知道啊，就没有在这里露营。下午我们就离开 Couchipugak 国家公园，踏上归途。我们计划前往 Edmundston，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决定走108省道。这应该是一条伐木的小路，路上几乎没有车，路两边有些零星的住户，整条路好像有着某种特殊的气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种，总感觉像是穿越了。这里不是我们这个年代，也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真是好奇怪的感觉。开了差不多4个小时，终于从108省道出来了，上了大路。但这个时候天气突变，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从来没见过这么大雨啊，简直是铺天盖地的砸了下来。我们打电话预约宾馆，但这天好像所有的宾馆都满了。我们从 Edmundston 一直开到狼河，一共打了20多个电话都没有约到宾馆。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雨还越下越大，驾驶的难度很大，可以想象啊，几乎一路都是看着前车的尾灯在开。我们在暴雨中又开了将近4个小时，这个时候已经快到魁北克城了，时间已经是晚上的10点多了。如果按恩比省的时间来算的话，已经是11点多了。当时我们已经做好了连夜赶回蒙特利尔的准备了。但这时候我们发现拉法尔大学的招待所还有地方，于是我们就住进了大学里。这天可能是我们全部行程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天了。第17天，我们睡了个大懒觉，起来后我们前往圣安安大教堂参观。传说中这座教堂有着神秘的治愈力量，每年都有大量的朝圣者，我们就遇到了虔诚的信徒。进入教堂，立即就有一种庄严的神秘感。参观完教堂，我们又来到圣安安大峡谷。
这里和我们上一期介绍的水晶瀑布颇为相似，隔得也很近，只不过水晶瀑布更为壮观，而这里则更多奇险。参观完大峡谷，我们就直奔蒙特利尔而去。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我们的攻略，请不要忘了点赞加订阅哦。那么下一期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加拿大西部的自驾游攻略，包括班夫国家公园、加斯伯国家公园、西海岸以及温哥华岛。